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公元前117年，西汉王朝的最耀眼的那颗将星霍去病突然去世，终年23岁。与他同时期的只比他大5岁的司马迁，在《史记》中记载下了这一刻。不过，司马迁把更多的笔墨用在了霍去病葬礼的安排上，他的仪式的各种细节，以及他的谥号的由来。但关于他是如何死的，只用了一个字：卒。莫非太史公真的以为在23岁这样一个生命力最旺盛的时间突然去世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吗？正常的都不愿意在这上面多浪费一个字。太史公是真的这样想的吗？还是另有原因？那么霍去病到底是怎么死的？以他在朝中的地位，至少应该有一个官方的说法吧。在西汉王朝的汉元帝、汉成帝期间，有一位博士叫楚少孙，他发现《史记》散失了10多篇，所以他就做了一个补记，在其中提到了霍去病的死因的官方说法。这个记载呢，是出现在霍光给汉宣帝的一份奏章中，其中提到臣兄骠骑将军去病从军有功，病死，赐谥景桓侯。这里就提到霍去病是病死的，这应该是当时的一种官方说法。既然官方说法是病死的，那么太史公为什么在《史记》中不直接言明？是不是他觉得死因仍旧成疑？但他也不知道具体的死因是什么，同时也无法接受官方的这个说法，所以在《史记》中就用了一个最简单的字“卒”，把这个悬念留给了后世呢。那么霍去病到底是怎么死的？以他当时在朝中的地位，能够置他于死地的人没有几个。那么是谁呢？是汉武帝？是魏氏外戚集团？是匈奴人？还是飞将军李广的后人？或者就是他自己？他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？这一切还都是个谜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一番历史探案，结合当时朝中波诡云谲的政治纷争，来探究一下霍去病的死亡之谜。首先，我们要排除一个众所周知的死因，是说霍去病是得瘟疫而死，是说霍去病在征战匈奴的时候，曾经饮过一条河里的水，而这条河的上游已经被匈奴人污染了，是用那些得了瘟疫的牛羊放入了水中，最后导致霍去病染上了瘟疫，因此而去世。这种说法呢，大家可以广见于以前的一些影视剧中，但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说不通的，就是霍去病并不是在征战过程中去世的。据《史记》记载，骠骑将军自4年，军后3年，元首6年而卒。这句话说得很清楚，霍去病死于元寿6年，而他征战匈奴的时候呢，是在元寿4年，期间有2至3年的时间。那么如果霍去病是在元寿4年的时候染上了瘟疫，怎么可能在过了2、3年以后才病发？瘟疫怎么会有这么长的潜伏期呢？况且如果是得瘟疫的话，那么得病的肯定不只是霍去病一个人，他的很多士兵都应该染上瘟疫，但历史上并没有这样的记载。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排除这种可能性，霍去病并不是死于不讲卫生。那么霍去病的死因又到底是什么呢？要想了解霍去病其他的有可能的死因，我们就要首先了解一下霍去病的成长历程，了解一下这位闪耀的将星是如何的升起，如何的辉煌，又是如何的陨落的。霍去病是卫子夫的2姐卫少儿与当时平阳县的一名小吏叫霍中儒的2个人私通所生的孩子，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私生子。秦汉之际呢，民风还是比较开放的，并不像后世那样受很多的礼法束缚，所以那时候的私生子很多。虽然说也会受到一些歧视，但程度与后世比就差得很多了。历史上很多有名的私生子，大多数也都出现在这段时期。比如说我们知道的孔子，孔子的父亲呢叫叔梁纥，
据史书记载，孔子是他的父亲叔梁纥与一名颜氏女野合所生之子。所谓野合呢，是说他们两个人年龄差距太大，不符合礼法。当时的叔梁纥应该是贵族，而那位颜氏女应该是一个年轻的奴婢。孔子也说过“勿少而见”，指的应该就是他的出身。另外呢，在西汉时期，刘邦的长子刘肥就是一名私生子，甚至刘邦自己都有可能是私生子。大家记得我以前讲过的，刘邦的父亲曾经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，看到他的夫人被一条蛟龙骑在身上，而后就生出了刘邦。如果我们过滤到其中的神话元素的话，那条蛟龙也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名字，叫隔壁老王。霍去病的父亲霍中儒也许并没有尽任何的抚养义务，在生下霍去病以后，他就离开了，而另外娶妻生子，还生了一个儿子，就是后来的汉昭帝的首辅大臣霍光。霍去病虽然说起来是出身卑贱，但是他自己可能从记事开始起就已经过的是锦衣玉食的生活了。这点呢，和他的舅舅卫青是大不一样。虽然说都是私生子，但命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的。卫青可是着着实实的受了很多年的苦，到最后才峰回路转，过上了富贵的生活。霍去病是出生于公元前140年，在1年以后，汉武帝第一次遇见了卫子夫。2年以后，卫子夫被封为了夫人。而霍去病12岁的时候，他的这个老姨卫子夫就已经是当朝的皇后了。他的生母卫少儿在卫家发迹以后，也嫁给了陈平的曾孙曲逆侯陈瞻。所以说，霍去病懂事以后，生活的环境就应该是侯府，而他本人已经是皇亲国戚了。再后来，他就一直跟着他的舅舅卫青。在他16岁的时候，卫青将他带入了皇宫，做了侍中，也就是皇帝的侍卫。汉武帝非常喜欢他这个英武聪敏的外甥。有人说，卫青和霍去病后来的发迹都是因为他们是外戚，是因为皇帝宠幸卫子夫，他们沾的光。但实际上，我们纵观汉武帝的一生，可以发现他身边的很多人，有的人是忠正廉洁，有的人是奸恶贪婪。不管是忠臣还是奸臣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这些人都是很有才干之人。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都是佼佼者，即使其中有些人的品格非常差。因为汉武帝本人就是一个有雄图大志的人，他不会允许那些酒囊饭袋充斥在朝堂，耽误了他的宏图大计。卫青、霍去病也是一样，虽然说他们身为外戚，但两个人都是非常的有才干，是上天赐给西汉王朝的2大将星。而他们在微末之时的时候，都要有赖于汉武帝的这双慧眼。汉武帝对霍去病可能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喜爱，甚至到了一种偏爱的程度。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，现实生活中总是有一些父亲或者母亲，总是特别的偏爱自己的某一个孩子，原因可能是说不清也道不明，但就是喜爱。不光是父母如此，在师徒之间也会如此。比如说，孔子有72个学生，但是他最偏爱的那个学生就是颜回。那个72贤之首的颜回，颜子渊。孔子曾经赞美颜回说：“贤哉回也！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不改其乐也。贤哉回也！”颜回30几岁的时候就很早去世了。在他去世以后，孔子仍然在别人面前夸奖他的这个学生。即使是孔子的另外一个学生子贡，在谈到把他与颜回相比的时候，也是自愧不如。汉武帝对霍去病也是如此，也是有着那种执拗的偏爱。霍去病很小就开始训练自己的骑马射箭的技术和击剑的本领。汉武帝曾经让他去学习一些兵法，但霍去病对此是不屑一顾。后来的事实证明了霍去病是对的，因为霍去病的战法是前无古人的。
可能后人反倒要学习他的兵法。他不是一个身经百战、经验丰富的将军，但是有时候你不得不承认，天才不是天才。在霍去病17岁的那年，他终于等到了一个小试牛刀的机会。这是在公元前123年，在3年以前，张骞刚从西域归来，带来了汉武帝最需要的匈奴地区的地形图。从那时起，汉武帝就开始策划他征服匈奴的战争。在这一年，也就是公元前123年，汉武帝任命霍去病为飘摇校尉。飘摇的意思呢，就是劲、急的意思，就是又猛又快。汉武帝配备给了霍去病800名士兵，从这个800名士兵的配备上就能看出汉武帝对他的偏爱。这800名士兵绝对不是一般般的士兵，他们可以说个个都是兵中之王。所以按我们现代人的理解，飘摇校尉的准确翻译应该是特种大队的大队长。汉武帝也非常的了解霍去病，他布置给这位年轻校尉的任务并不是随大队出击，而是让他独自率军横绝大漠，自己去寻找战机。霍去病没有让汉武帝失望，他率领着这800名特种兵深入到了大漠的深处，绕到了匈奴的后面，杀死了匈奴单于一个祖父辈的人物，还活擒了单于的叔父，又杀了匈奴人2000多人。漠南战役结束以后，汉武帝论功行赏，将霍去病的功劳列为了第1名，并授予他冠军侯。冠军这个词既是第1名的意思，同时也是一个地名，应该是在现在的河南境内。当然，汉武帝授予霍去病这个名字，绝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地名，而更多的是因为霍去病的勇冠3军。自霍去病以后，再没有人能够当得起冠军侯这3个字。2年以后，汉武帝又发动了河西战役。河西战役分为春季战役和夏季战役，这个时候的霍去病已经是日趋成熟。这一次，汉武帝给了他1万铁骑，当然这1万铁骑也是汉军中的精华。霍去病的打法还是和以往一样，但是这次走得更深。他总共行军6000公里，跨越了5个国家，翻越了胭脂山，绕到了匈奴的后面，重创了匈奴大军。一战杀死了匈奴9000余人，还捎带手的把匈奴族中的圣物祭祀用的小金人给抢了过来。春季战役结束以后，霍去病并没有回到长安休整，而是就地补充兵员，准备夏季战斗。夏季作战中，他是要和当时的另一路军的指挥官公孙敖打配合。公孙敖就是我们讲过的公孙贺的儿子。当年卫青被陈皇后和馆陶公主抓住的时候，就是公孙敖舍身搭救的。不过这次公孙敖的运气不好，在大漠中迷了路，并没有实现和霍去病的两面夹击。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，霍去病依然建立了不世奇功。他仍然是率领着孤军深入到了匈奴的腹地，击溃了匈奴的右贤王部。不光是杀死了3万多名匈奴人，而且还俘虏了匈奴的5个王、5个王母、单于的胭脂，还有王子等匈奴贵族59个人。他等于是一口气就给匈奴贵族集体办了一次移民，全部押回了长安。这一次对匈奴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。当时在匈奴地区传唱着这样的一首歌曲：失我祁连山，使我6处无伯息；失我胭脂山，使我妇女无颜色。祁连山是匈奴人的大牧场，失去了这块肥沃的土地，匈奴人再也找不到这样好的牧场了。而失去了胭脂山，据说胭脂山上盛产一种小红花，匈奴的女人经常把这种小红花压成汁，然后涂抹在嘴唇上，算是当时的一种化妆品。匈奴的王后叫胭脂，实际上也是来自于胭脂山这个音。2次河西战争使西汉帝国彻底控制了河西走廊，随后西汉在这里设置了河西4郡，就是武威、酒泉、张掖和敦煌。河西走廊也从此纳入了中华帝国的版图。拿下了河西走廊，对于中华帝国来说是尤为重要的。
因为在这之前，西北的匈奴与处于西南地区的羌人经常联合起来对汉用兵，而汉朝军队拿下了河西走廊，就等于是像一根楔子一样插入了匈奴和羌人之间，从此匈奴跟羌人就无法再联合作战。除此以外呢，匈奴以前能够持续的对汉用兵，主要原因呢，就是因为他们能够通过河西走廊从西域各国中得到补给。但这次拿下了河西走廊，就等于是切断了匈奴的供给线。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义，就是打通了河西走廊，就是打通了汉朝通向西域的道路，丝绸之路从此畅通无阻。在得胜还朝的途中，路过平阳县，霍去病特意去拜见了那个虽然生他，但是没有尽一天父亲义务的霍中儒，并对他行了父子跪拜大礼，还对他说：“去病以前不知是大人所生，未尽孝道。”当时的霍中儒是诚惶诚恐，连忙跪地还礼，说：“老臣得托将军，此天力也。”意思呢，就是说将军乃是上天派来的，我怎敢做您的父亲呢？霍去病看他家境贫寒，还为他购买了大量的田产，还送给他了几百名奴婢，同时呢，又将霍中儒的儿子霍光带在了身边。从此霍光也开始了他的青云之路。霍中儒这个渣爹恐怕怎么也没想到，当年他的一番激情竟然给他的今后的一生带来如此大的造化。又过了2年，也就是元首4年，公元前119年，汉武帝又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战役，这是一场对匈奴的决战，历史上称为沃北决战。这次汉武帝是倾全国之力调集了10万铁骑，由卫青和霍去病各率领5万。这时候的霍去病已经能够和他的舅舅卫青分庭抗礼了。在调拨士兵的时候，汉武帝依然像以前一样，将最精锐的士兵拨给了霍去病。而且呢，汉武帝还想让霍去病的5万人马去直接面对单于的主力。如果能够击败单于的主力，那一定是这场战役的首功。那么汉武帝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？其实汉武帝是有他自己的考量的。因为在这之前，卫青率军已经是6战全胜，再加上在宫中卫子夫的势力，卫氏一族在朝中的势力可以说是如日中天。虽然说卫子夫不干预朝政，卫青呢又一向非常的恭谨，可能是因为卫青出身贫寒，所以呢他对他现在所能得到的一切都是非常的小心谨慎。而且呢，作为卫氏外戚集团的主心骨，卫青更加知道自己身上的责任，所以卫青不养门客，不擅自做主，对于汉武帝的指令一向都是完全的服从。虽然说卫青已经做得足够好了，但是汉武帝仍然不踏实，毕竟卫青的功劳太高了。一个将军的功劳如果到了赏无可赏的地步，那么不管是对于君王还是对于这个将军来说，都是处在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。所以汉武帝这时候想扶持另外一种力量，他看中了霍去病。霍去病本身也是卫氏的外戚，所以他扶持霍去病不会引起卫氏集团的过度的敏感。此外还有一点也非常重要，就是在卫氏集团的后面有一个卫家，而在霍去病的后面并没有一个强大的霍家。而且霍去病虽然在军中的威望很高，但是呢，因为霍去病只是醉醺于征战，他的手下确实有几位能征惯战又被封了侯的将军，但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匈奴人，本身他们是没有在政治上有什么诉求的，他们所追求的不过就是升官发财。所以如果能够扶持起霍去病的话，对于汉武帝来说并不用担心会再扶持起一个强大的外戚。所以在漠北战役打响之前，汉武帝是想让霍去病立首功，从而进一步分化卫氏集团的势力。但很可惜，战役打响以后，战场的形势是瞬息万变，
没想到匈奴单于的主力竟然遭遇上了卫青的5万人马，而霍去病则撞上了匈奴左贤王的数十万大军。霍去病依然采取以前的大迂回、大穿插的战术，以迅猛的攻势击溃了左贤王的大军，杀死了7万多匈奴人。左贤王的大军开始四处的溃逃，以前都是他们骑在马上追杀着逃跑的中原人，这次报应来了，他们也尝到了被追杀的滋味。霍去病率兵是一路追杀，兵锋所及，其速度甚至超过了匈奴的逃兵，一直追到了狼居胥山，就是现在外蒙古的肯特山。在这里，霍去病筑坛祭天，历史上称为封狼居胥。从此以后，封狼居胥也成了历代军人的最高追求。另一边的卫青所部也击溃了匈奴单于的部队，杀死了匈奴人19000人。经此漠北战役，匈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。匈奴单于下面的几个小部落基本上已经被杀光，而只有匈奴单于本部还有一些残余的实力。除了人员的损失以外，霍去病和卫青还对匈奴实行了三光政策，把他们所有的物资能拉走的就拉走，拉不走的就当场烧毁。可以想象，未来的几年对于匈奴人来说都要饿肚子了。草原游牧民族的每次南下，都给当时的农耕文明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和恐惧。他们的长鞭所到之处，经常是一个文明的覆灭。这一次，草原上的匈奴人，他们自己也尝到了被长鞭抽在身上的感觉。而挥舞这支长鞭的是2个人，一个叫卫青，一个叫霍去病。而在他们2个人的背后，还站着另外一尊大神——汉武帝刘彻。据《汉书》统计，卫青曾经是7次出击匈奴，共歼敌7万余人；而霍去病是6次出击匈奴，歼敌数量达到了11万。在霍去病出现之前，卫青就相当于草原上的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，隔三差五过2年就来草原收割一番。草原上的人提到这个位子都心惊胆寒，而等到霍去病出现以后，他们才发现原来卫青还是太温柔了。这位新出现的少年将军才真是他们草原人的噩梦。据统计，卫青在这几年的征战中杀掉了草原上差不多1/6的人口，这确实是草原匈奴民族的一个大煞星。很遗憾的是，对于2个敌对的民族而言，一个民族的煞星则是另外一个民族的英雄。在当时，汉朝军队的综合战斗力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匈奴。在当时，汉匈之间的战损比是1:3。凭着强大的国力，汉朝军队的装备训练水平远远超过了匈奴人。汉朝的骑兵每个人都是身披重甲，和汉朝士兵的装备相比，匈奴人的装备简直就可以被称作裸奔。他们与汉朝士兵的相遇，完全可以说是穿马甲的遇到了穿盔甲的。漠北之战中遭到惨败的匈奴军队是再也打不下去了，他们只想远远地逃离这块地方，远远地跑到了漠北，从此漠南无王庭。好的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呢，关于霍去病，今天呢咱们只能讲这么多，还有更多的内容。霍去病在离开了战场以后，回到了朝堂，又将面对朝堂上的波诡云谲，这或许就是霍去病最终去世的原因。所有这些精彩，我们都将在第2集中为大家展现，所以敬请期待。第2集呢，我也会在最短的时间，应该在2天之后就会准时上传，请大家不要错过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欢迎大家点赞订阅。这里是风下杂谈，Frank 甲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。